非要把我换成这副鬼样子！我告诉你们，就算我换上喜服，我也不嫁。我才不要嫁给那个狗头将军袁不屈呢！他都害死2个老婆了。放肆！你敢说不嫁？我不嫁。你。 冰燕，你该上轿了。你爹也实在是没办法，为了我们杜家，委屈你了。小姐呀，你嫁的可是袁大将军。 做个官太太不好吗？我管他圆的扁的，这官太太你爱当你当。哎呀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袁大将军的婚配呀，算是2倍了。你瞧那东城杜甫，那才叫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呢。你知道那杜老爷把自己的女儿杜冰燕嫁给了一个什么人吗？总不会嫁给一个快死的人吧？哎呦，你真聪明，说对了，有这种事儿。 那个新郎官啊，就是一病秧子。杜小姐嫁过去是为了给他冲喜的。这样的爹娘也太过分了吧！我要是杜小姐，打死不嫁。我嫁。别说齐三公子是个病秧子，就算他是个死人，我也嫁。 冰燕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冲喜可神着呢，说不定你一嫁过去，齐三公子的病就好了呢。哎，齐家还应允我了，万一这齐三公子真有3长2短，他们就让你回来呢。哎呦，还有，你要是怀了齐家骨肉，老爷，你现在说这些做什么？今天，城北最大的富户杜府和咱们李府同时送亲嫁女。 咱家老爷特意为小姐定制了和杜甫同样的花轿、同样的嫁衣、同样的盖头。虽说咱们李府远远比不上杜甫送嫁的排场，可咱们老爷自有妙计。杜甫送嫁的队伍必定从咱们李府门前经过，到时候。 咱们就紧随其后，2股合成1股，让杜甫为咱们鸣锣开道，借他人的光，造我们的势。不，改了，改了。在杜甫的送嫁队伍快到而未到之时，你们抢先一步把花轿抬出去，不早不晚的。 走到他们前面，这就叫做借他们的势，摆我的阔。老爷英明。爹，哎，娘。 为了杜家的家业不被齐家牵制，我嫁。为了报答爹娘的养育之恩，我也嫁。你要照顾好自己。 你瞧瞧，瞧瞧，这龙凤呈祥，你要是顶着这个出嫁，
一定很美。对呀，我要是顶着这个出嫁，我给人笑死。你看这盖头多漂亮啊！来，盖一下。我不要啊！我不要，盖着吧。丑死了。哭什么哭？哎呦，不好了，老爷呀！什么不火？好了！哎呀，你们家玉壶小姐变卦了！什么？你看，她用她的剑把这红盖头劈成了4瓣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这个死丫头太不像话了！哎呀，这个死丫头！老爷，杜甫的送嫁队伍已经出动了。这张媒婆，你赶紧去买块新的红盖头。这都火烧眉毛了，我上哪儿去找这个龙凤呈祥啊？哎呀，什么龙凤不龙凤，只要是红盖头就行，快去买呀！行，我这就去啊！现如今，你生是袁大将军的人，死是袁大将军的鬼，你不去也得去。这婚事又不是我应下的，我打死你！打死我！你打死我吧！哎呀，怎么说着说着就发起火来了呢？气死我了！玉壶啊，你要是不嫁给袁大将军的话，那袁大将军能饶过你爹吗？老爷，快！杜甫的花轿已经到前街了。哎呀，玉壶啊，娘求你上轿啊！玉壶，娘给你跪下了。娘，你干嘛呀？爹也给你跪下。我嫁总行了吧？为了你们我嫁，为了师兄弟们我嫁。好啊！哎呦，来了，盖头来了！鸳鸯戏水，好。玉壶啊，你瞧瞧这头发都乱了，让娘给你整整。来，乖嘛！啊，来，乖，来，快！哎，好。哎，看，来了！快进去，村子小姐。哎呀，准备好啊！这杨威武管家的。来了，老爷，来了。来，快上轿！哎，快扶小姐上去。哎呦，来，慢点。嫁出去了。红妆披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扬州桃李，飘飘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依骑着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。人海
中遇着对到你，无人能比拟。欢喜冤家相依，换来两人不离。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。红妆披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扬州桃李，飘下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阴差阳错相遇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，咱们走快点！人海中遇着对到你，无人能比拟。哎呦，前面有个庙，快快快快快！落轿，落轿！哎，小姐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！哎呦，小姐，快，咱们也进去避避啊！慢点啊，咱们慢点，慢点。来，哎呦，来，小心啊！小姐，慢点，抬脚。哎，小姐，抬脚。哎，好嘞，慢点。哎呀，小姐，外面雨太大了，咱们在这儿避避雨。您在这避避雨，我们先出去了啊。小姐，您歇会儿，我们出去了啊。大妹子，你看看这院子这么大，哎呦，空荡荡的，连个和尚都见不到。是啊。哎，要是我一个人路过这里，我可不敢进来。哎呦，阴森森的，怪吓人的。哎呦，这可不嘛。哎，你是李家的吧？嗯，我叫小喜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梅香。梅香，你们把李小姐嫁给袁大将军，那大将军他在哪儿啊？将军在荆州。荆州？嗯。荆州在哪儿啊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我们往北走。哎，你们往北走，我们往南走。你们把李小姐嫁到荆州，我们把杜小姐嫁到林州。杜小姐，杜小姐，你要是觉得闷，就把盖头掀了吧。这个地方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可以随意一些。你的衣服跟我的衣服一样，你还顶着这块破布干嘛？拿下来吧。这外面的雨可真大。李小姐，李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失礼了。
我是看你长得实在是太美了，我还以为我算是标致的了，可是跟你根本就比不上。你就是天上的大雁，我就是水里的鸭子。不是的，李小姐，你长相娇俏，还带有一股英气，为人也洒脱。而我，只不过是常年在闺阁中没有见识的女子罢了。你放！我的意思是，你呀是千金大小姐，是我们扬州城数一数二的美女才女。听闻你的才气，那些男子赶着800匹马都追不上呢。我呢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跟你比不上的。李小姐，今日我们同一天出阁，同一天告别扬州，又同在这仙女庙中避日，真可谓是缘分。有缘有缘。要不坐下说？坐吧。杜小姐，听闻你要嫁给一个显贵公子。我倒是要恭喜你，要嫁给一个威武的将军才是。什么威武将军啊？我这是跳火坑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外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，是当今皇上的宠臣爱将。可谁又知道他和我家的恩怨呢？那你跟我说说。当年啊，这袁不屈和小姐是指腹为婚的。后来这袁家搬到了杭州，一把大火把袁家烧了个精光。哎呀，这二老啊，急得急死，病得病死，就剩下这个少年郎，可怜呐。是啊，后来这袁不屈就来扬州投靠他的老丈人，可偏偏那个李馆主势利眼，一阵乱棍打了出去。那李小姐现在嫁过去，那还能有好果子吃啊？说的就是啊，他爹做了这缺德事儿，他做儿女的终归会遭殃的。现在袁不屈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，他若想报复你的父亲，十分容易，又何必花10大香聘礼把你给娶过去呢？所以我想，他是不会把怨恨牵到你的身上来的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他已经娶了2位夫人了，而且都是被他折磨死的。那你到了荆州后，要设法把此事弄清楚。若果真如此的话，你可得早做打算。放心吧，他可不敢欺负我。他要是欺负我，我就……好功夫。我们家小姐啊是个武人，她吧心直口快，在她心里啊永远是1级第一。哎，我们家小姐啊是个才女，从小饱读诗书，冰雪聪明，机敏聪慧。只是可惜，像我们家小姐这样一位才貌双全之人，居然要嫁给一个病入膏肓的男人去冲喜。说来，那齐3公子也怪可怜的。他们齐府3代单传，到了他这一代，好不容易生了3个儿子，可全都没有活过25岁，就只剩下他一个了。所以府里的老太君就把他像宝一样的捧着护着。可是他自幼便身体孱弱，他们都说他也活不过25岁。后来他们就命人查了我的生辰八字，他们说
他的八字和我相合，便使了各种手段，一定要我嫁过去，为他冲喜，以便为了祈福，能够传宗接代，炎炎香火。姐姐，我们同病相怜。那我们就在仙女娘娘面前一结金兰，希望她能够保佑我们。那我们俩现在是姐妹啦。这个是袁将军送我的聘礼，碧玉剑，现在把它送给你。不行，这是将军给你的，我怎么能要？有什么不行的？既然是送我的聘礼，就是我的了。姐姐收着吧。雨停了，雨停了，雨停了！哎，一会儿是不是接着下呀？在这儿干嘛？来人了！哦，师傅，我们是来这儿避雨的。哎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再不走啊，你们会有血光之灾的！血光之灾？什么血光之灾啊？最近啊，我们这一带出现了一群江洋大盗，无恶不作，见人就抢，手段十分之凶残。3天以前，他们用刀子在我们庙门之上给我们留下一封信，让我们3天之内给他们送200两纹银去。否则啊，就把我们仙女庙屠个满门皆死。我身上有祈福为我特别定制的信物，它叫水晶焰。既然你将这个碧玉剑给了我，那我就把这水晶焰给你留作纪念吧。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，这强盗说来就来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大家还是赶紧逃命去吧。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走吧！你们先走啊！强盗！妹妹，外面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还是先把盖头盖上吧。哎呦，好了，小姐啊，小姐，龙凤呈祥，错不了。有鸳鸯戏水也没错，快梅香，小姐，来，小姐，慢点啊！小姐，抬脚，慢点啊！哎呦，强盗来了，快，慢点啊！咱这排场不能丢啊！别慌，别乱，稳着点儿。来，抬脚，慢点啊！慢点。哎呀，慢点走。哎呀，慢点。来，小姐，抬脚，哎，低头啊！我这个呀是龙凤呈祥，错不了。哎呀，我那个呀是鸳鸯戏水，也没错儿。错不了。起驾！哎呀，我们往这边了啊！去吧，回家。快点儿！红妆披下佳期，
放眼晴空万里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。人海中遇见对到你，无人能比拟。欢喜冤家相依，换来两人不离。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。放眼晴空万里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。人海中遇见对到你，无人能比拟。欢喜冤家相依，换来两人不离。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，许下这一生情，漫长岁月。送福送喜的到了，快，请进，请进。好嘞，我说老板，有好吃好喝的，今晚上你瞧这一个个的都成什么样了？行，好走。贵客到，好酒好菜端上来。好嘞。哎呀，累死了，饿死了。梅香，弄点吃的来吧。小姐，我看你是饿糊涂了吧？我是小喜啊。哪儿来的小喜啊？哎呀，小姐，怎么连小喜都不认识了呢？你是谁啊？我是李玉湖。啊，李家小姐。我这做媒啊，也有20多年了。这扬州城里哪个不晓得我灵媒婆儿啊？全城啊，有1半的夫妻，那都是我拉的线儿。都说扬州城里出美女，拜托林妈妈，你给我牵个红线吧。行啊，给你找一个。找个什么样的呢？哎呦，找个烧火丫头。哎呦，林妈妈不好了！什么事儿啊？不要慌，慢慢说。哎呀，错了！什么错了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，林妈妈？哎呦，快走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他。你是李小姐，扬威武馆家的？没错，我就是扬州扬威武馆馆主的女儿，李玉湖。她怎么在这里？我还想问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呢？哎呀，是这个盖头啊，龙凤的。小姐，外面雨太大了，咱们在这避避雨啊。小姐，快走，强盗来了！哎呀，错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错了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哎呦，这要是传到扬州去，哎呀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天！张妈妈，咱们连夜赶回去，把我们家小姐换回来。你说的倒轻巧，咱们向北走了1天，他们向南走了1天。这一南一北加起来是2天的路途啊！怎么追呀？咱们飞呀！
哎呀，回去，回扬州去。不能，千万不能回扬州。为什么？临上轿前，杜老爷再三关照，冲喜的日子千万不能耽误。喜期一错过，齐三公子翘了辫子，谁担当得起啊？那怎么办嘛？那你们不会将错就错，把我送到荆州吧？哎呦，哪能啊！小姐，您先坐啊。哎呀，小姐，您都累了一天了，我跟梅香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以后的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哎呦，我的杜小姐呀，我的杜小姐！哎呀，你们假哭什么？不就是上错了花轿吗？哎呦，我们在哭杜小姐呢。你哭冰燕姐姐干嘛？她又没死。哎呦，我们家小姐如花似玉，神仙一般的人，却要嫁给齐三公子那个病秧子去冲喜。我家小姐性情温和，心地善良，宁愿委屈了自己，也要成全了和齐家的婚事，来保全我们杜家的生意。太可怜了。齐父说，若那齐三公子死了，便可放小姐回来。可我们家小姐娇娇弱弱的，哪能熬到那个时候呢？也没有人能帮帮我们家小姐。是啊，我们女孩家真是可怜，连自个儿的命都无法左右，真是可气。李小姐，我听闻你是最重侠义之人，我求你救救我们家小姐吧。我也想救，可怎么救啊？哎，准时赶到灵州，齐公子一死，杜冰燕不就得救了吗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冒充冰燕姐？那你还想把杜小姐弄回来，让她去冲喜，让她去跳这个火坑？那不行。现在这种情况啊，不如将错就错。你冒充杜小姐去冲喜，这花轿反正是上错了。不如啊，你就帮杜小姐闯过这一难关，待齐三公子眼一闭脚一蹬，你再拍拍屁股走人。那时候杜小姐早就发现了错嫁，也许啊，早就回扬州城等着你啦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呀，李小姐，我替我们家杜小姐求求你了。好，这齐府的龙潭虎穴，我就替冰燕姐去了。李小姐，你可真是活菩萨，我愿一辈子伺候你，报答你。快起来，我们女孩的命运自己做主。这一次，我就当回杜冰燕。你们不会将错就错，把我送到荆州吧？哎呦，哪能啊！小姐，我跟梅香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以后的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这是睡眠散，要是玉虎在路上不听话的话，只要给他吃一点，他就能呼呼大睡。啊！来，拿着。哎呦，你可别怪我，我这也是没办法呀。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，扬州桃李飘飘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
下因缘不易，人海中遇见对的你，无人能比拟，欢喜人家相遇。新人迈步进二堂，大红对联挂两旁。迈步过采访，黄金白银用斗量。新人迈步过楼房，花开上苑吐凤凰。这齐家院子怎么这么大？走得我脚都疼了。新人迈步登大堂，富贵荣华万年长。鸟语花开穿空气，为一缕香追忆，一色留一拜天地，一团和气。清净出山风雨息，燕归落堂西。二拜高堂，金玉满堂。而叹忆往昔，两情纵满盈哭泣，时怪三拜老太君，福寿宁康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，两情纵满盈哭泣，时夫妻对拜，相亲相爱。弃恨至此都不剩一世。同入洞房，情深意长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果然是个病秧子，连站都站不稳，风一吹就倒了，真可怜。快扶进洞房！这慢点，在这儿。长什么样子呢？那我看看。哎，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可惜是个短命鬼。
长什么样子呢？那我看看。你不是在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看什么看？怎么，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，就不让我看你了？这扬州来的姑娘，好生霸道。我看你呢，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。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，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？长得倒是挺俊俏。还行吧，五官还算端正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得好啊，确实是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。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，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，留着我们二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，像个木偶一样。我爱娘子在我这儿，不必拘束。饿了吗？来一块。都快饿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。哎，你这个病秧子，当心喝太急了。怎么，瞧不起我们病秧子啊？那咱们来比试比试。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这酒也太辣了吧！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，没有我们扬州的酒清甜干爽。那好，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。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？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？
这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？娘子，猜对了。哎，且慢，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？比什么？咱们就比比，用这青梅放在这2只碗中，若是娘子猜中了，那便我喝；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，那便娘子喝。我啊，可是火眼金睛，你输定了。好。来吧。这个。确定在这儿？这个。确定？就是它。娘子，你输了，喝吧。那肯定是这个。哎，若是没能猜中，便要再喝一杯了。喝就喝。哎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！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，真刀真枪的。你这些莲子果子，有什么意思吗？娘子喜欢玩投壶啊，那还不简单？你这也没有剑，也没有壶，怎么玩投壶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我给你变出来就是。娘子，请吧。还挺有办法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娘子，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，按照这投壶的规矩，可算是我赢。你投吧，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。那就看好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又输了。哎，今天运气真好啊！哎，原来没功夫呀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，公子？
是故意的，你快醒醒，公子，怎么办呢？他是个穷兵之人，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是在为我伤心吗？娘子，你别哭了。娘子，是我错了，惹得你生气了。我才不是什么，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。嫁过来给你冲喜，已经够气人了。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。不过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，你真是需要冲喜续命的孱弱公子。如假包换。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，真是古怪。这人世间的事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，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。可是，我是冒牌的杜冰叶。倒是你，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，怎会是如此做派？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。就像你说的，这人世间的事儿，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。我个性为何这样，日后跟你说。好，这样的性子倒也好。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这时辰已晚了，你我就歇息吧。你自己先去睡吧。这洞房花烛夜，哪有一个人睡的道理？我刚来林州，水土不服，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。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。原来如此。这儿怎么只有一张床呢？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？爸，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。那怎么行？要睡也是我睡。哎，我一个堂堂7尺男孩，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？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冰秧子睡榻上呢？不用再争了，睡着。哼。为一缕香追忆，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尽出身风雨息，燕归落汤溪。一叹不知你归期，而叹忆往昔。两情纵难饮哭泣，是怪相思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，两情纵难饮哭泣，是摆在一念之间消失。弃恨至此都不舍一世，情恨至此都不舍一世。
不是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你别哭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？你想干嘛？不干嘛。昨晚睡得如何？还行吧。还做了梦呢，梦到了扬州的灯会。倒是你，昨天晚上委屈你了。哪有？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。不过，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，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？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。防着林州人？愿闻其详。主要是防你。防我？我有什么可防的？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没人跟我说过，我自己知道。杜小姐，你尽管放心，若是我齐天磊趁人之危，你想怎样罚我皆可。那我就废了你。你要废了我？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？呸！烦都烦死了，出嫁从夫，真是不公平。自古以来，男子犯了错，女子得忍气吞声；女子犯了错，不管是多小的错，男子就任意妄为。娘子高论颇有见地。既然如此，那倘若我齐天磊犯了错，娘子就写封休夫书，把我扫地出门，如何？好啊，要是你犯了错，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。好。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是扬州本地人？当然了。那你会讲扬州话吗？扬州妹，天秋浓，耍棍耍枪好把式，吃到小云霄，3文钱1亩。她一个大家闺秀，怎会知晓市井天桥的小吃价钱？快点，小姐她们已经要起床了。这是干嘛？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傅给的灵丹妙药已经止住了。少爷，请吧。请。
小喜姐，快来一下。我自己会洗。床单上有血迹，真的？我看看。快去告诉老太君，这样他可放心了。是。少爷、少奶奶，请你们俩用完早膳之后，去向老太君请安。好，知道了。想，这将军府你不待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才不在这儿待呢，这比坐牢都难受。哎呦，说的也是。我听说呀，这府里都死了2位夫人了，吓得我呀，连夜都不敢过。哎呀，那陆小姐她怎么办呀？我呀，给她灌了睡眠散。他没有2天醒不来，能醒吗？怎么不行？哎，你走不走？自身都难保了，还管他干什么？走吧，走吧。奶奶，这齐府怎么清一色都是女人啊？阴盛阳衰。咦，你看看这个，刚刚还好好的，现在又咳嗽了。明夜，还不快跟奶奶奉茶？啊，天磊，快坐下啊！老太君慈眉善目，像是佛堂里的菩萨像。冰燕见了就想更恭顺一些，好好给您敬茶。老太君，请喝茶。哎，祝老太君福寿安康。小喜教我的词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是吉祥话。祝老太君增福增寿增富贵，天光天彩天平安。好，我喜欢这句话。小巧，来，这是给你的。多谢老太君。奶奶，这新娘子头一回见你，自然是有些局促，还不快开口叫奶奶？
谢奶奶。哎，冰燕，那位便是母亲大人了。婆婆，请喝茶。祝婆婆福寿安康，青春永驻。好，娘也祝你们小两口啊，从今以后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。来，拿着。多谢婆婆。乖。还有那位，便是二娘。冰燕呐，你累了，去歇一会儿吧。有些礼数是不用的。那礼数也是不能少的。三少奶奶早生贵子。多谢二娘。快坐吧。生儿，不得对嫂嫂无礼。燕生，不许胡闹。小巧，你带他到外面去玩。是。二夫人，燕生虽然是个哑巴，但为人之母，你应尽守教养之责。如果任其这么疯疯癫癫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一点，你应该明白。老太君教训的是，儿媳谨记。来，燕生。这老太君在里面说话呢，这里不好玩，到那边玩去。哎，燕生，听话，听话啊！柯少爷，柯少爷，您回来了，一路辛苦了。小巧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外祖母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哦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外孙柯世昭，这是你弟妹杜冰燕。世昭见过表弟妹，实在是因为昨日商务纠缠，所以没有赶上如此盛大的庆典，还望表弟和表弟妹能够见谅。表哥客气了。外祖母，齐家14家商行的账目均已理清楚，还望年老过目。老太君，请过目。好，这些都放到我房间去吧。世昭啊，坐。好。世昭和天磊都是我的心头肉啊。世昭父亲走得早，母亲又不懂做生意，我就把他带到齐府里来教导。唉，天磊呢，身体不好，商行的事又多，我就让世昭当了天磊的帮手。唉，我在想，总有一天，让世昭帮着天磊一起顶起我齐家的门户。世昭口齿伶俐，办事干练，
这3年来为我齐家是尽心竭力，是个能堪大用的好孩子呀。年老过奖了，世昭不敢当。对了，世昭此次去福建，特意亲自选购了一件礼物，还望表弟与表弟妹能够笑纳。好漂亮。真是漂亮。漂亮。天磊，磊儿，天磊，天磊，天磊，慢点，没事吧？磊怎么样啊？啊，磊儿，天磊啊！这郎中可真奇怪，看病都不让人瞧。刘先生医术高明，只是看病的时候有个规矩，不许旁人瞧的。新夫人怎么还不醒啊？是啊，都睡了2天2夜了。新夫人真漂亮。是啊，真美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夫人，这是荆州的将军府。梅香呢？张媒婆呢？不是说好了要回扬州的吗？夫人，他们已经回去了。回去了？是夫人，昨天走的。怎么就回去了呢？留我一个人。夫人真会说笑，花轿到了，他们自然就回了。夫人，请梳洗更衣吧。夫人，请梳洗更衣。你们不会将错就错，把我送到荆州去吧？哎呦，哪能啊！哎，小姐，您这一天水米未进的，我跟梅香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以后的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不忙梳洗，也不必更衣。我要去见将军。夫人，将军此时不在府里。夫人，咱们府里规矩多，没有将军和李总管的允许，绝不可擅自乱闯。你们不必为难了，我自己去。夫人，夫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夫人不可乱闯。他已经娶了2位夫人了，而且都是被他折磨死的。被总管知道怎么办呀？快去拦着夫人！夫人，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必须马上告诉袁不屈，花轿抬错了，我不是李玉虎。快去拦着呀！夫人，别再跟着我了。怎么办？要不要追啊？快追啊！走，快走！天雷，我儿啊，
你可觉得好些了？母亲，孩儿有一事请求。只管说，你需要什么，娘立刻帮你办到。孩儿想在那张床榻上加置一床被褥。这，哎呀，你们这新婚燕尔的，要2张床榻做甚？那娘何时才能抱上孙子呀？娘，孩儿需将养身体，仍需节制啊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深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夫人认错了。我不是将军，是将军府的大总管李成。夫人，一路辛苦了。李总管，请问将军在何处？您暂时还见不到将军，他奉旨平息叛乱，戍守边城，已然出征去了。可我等不得呀。您是堂堂的将军夫人，自然应该在府中等候将军回来。将军临走时吩咐，让新夫人在府中静候，待他凯旋再行婚礼。可我根本就不是新夫人啊！此话怎讲？你们的新夫人是李玉虎李小姐，而我姓杜，叫杜冰燕。那天我们在扬州仙女庙上错了花轿。夫人，您当我是3岁的小孩吗？我没骗你，那天是李杜2家同时送嫁。好了，夫人，您不必多说。送夫人回房，要小心伺候。是。你，夫人请。你这是要干嘛？看招！嘿，这个你可玩不过我。哼，嘿，哎，以手持剑可是犯规啊！谁说我犯规？哼！哎呀，看来你的技术也不怎么样嘛。早着呢。嘿，嘿，我你这，你又来。干嘛？建好。看好。三少爷。谁啊？是我，
我给您送药来了。三少奶奶，这线我自己玩呢。哦。哎，小小姐，你是奶奶屋子里的大丫鬟，又不是我屋里的人，怎么整天往我屋里跑啊？三少爷，药送来了。放那儿吧。三少奶奶，这药啊是一位名医的祖传秘方，18味药，味味珍贵。柯少爷为了弄到这些药啊，可费了不少劲儿呢。三少爷，您还是趁热把药喝了吧。三少爷，这是要三少奶奶喂呀。好，那我先把地给扫了吧。不用了，小喜会打扫的。出去吧。那我待会儿再来收药罐。你这是为何啊？这药啊，不可多吃，也不可不吃，有的药非吃不可，有的药不可去吃。什么意思啊？也没什么意思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咱们出去散散心。好啊，好久没出去玩了。这儿呢。好漂亮啊！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奶奶专门为我养病修建的花园。那个，便是我为这花园题的字。祭梯鲜花。你念什么？祭梯鲜花呀！这么漂亮的园子，干嘛起这么古怪的名字？你笑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去看看。4个字念错了一半儿，知书达理的杜小姐，竟然成了白字先生，奇怪。不过，还挺有意思。这亭子修的还不错。
千万瓢，和着思念熬出缕缕青丝之间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照照，想念你的好一滴东山药。喝一口美酒良宵，就是我的书房。喝着相思药，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，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。如何？不错。对了，你看这4字怎么样？啊，可以。念念。金爵乐。这第3个字，它念台，金爵台乐，我认识，怎么可能有人连台都不认识呢？真好笑。是。你这个宅子这么漂亮，为什么建在这么偏远的地方？多可惜啊！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在这儿呢，第一，可以看书写字；第二，这有一扇门，可以直接通到园子里观景。带你去看看。嗯。哇！你看，那儿便是观景阁。看见那个角了没？哼，真有意思，还小鸟呢。还有这儿，便是我齐府的大门。走，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这哪是风景，这叫煞风景。瞎说，此乃本楼一景，我特地将此楼修建在此。你这个人还真奇怪，喜欢看这些荒坟堆子。喜欢啊！我每观此景一次，便醒觉一次。面对此景，鄙人不敢有一刻松懈，所以，我才会在那边的牌匾上写上“金爵始乐”。不是台乐吗？哦，对，金爵台乐。对。你也过来歇会儿。你当真喜欢吃这梅子啊？身外黄金何足羡，一日清闲一日鲜。你有这干嘛呀？天机不可泄露。
红绫、红莲，夫人有何吩咐？今日花园赏景，你们不必处处相陪，让我随意一点，行吗？是，夫人。难道说这将军府对以前的2位夫人也是如此吗？夫人，请留步。红绫，你也是将军府的下人，怎这样没规矩，竟时刻管着当家夫人？夫人，您这是要到哪儿去啊？这个屋子是干什么的？我想进去看看。夫人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该回去吃晚饭了。为什么害怕我进去？你们若是不说，我自己进去便是。夫人，总管大人交代，不许我们带你到这儿来。我就进去看一眼，若是总管大人问起来，全部由我一人承担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他确实娶过2位夫人，据说都是被折磨死的。夫人，您不该出现在这里。李总管，我是怎么吩咐你们的？和他们无关，是我自己要硬闯进来的。夫人，您该回房歇息了。你，夫人请。哎，天磊，你现在是新婚燕尔，怎的，不与你的新夫人一起独处，却跑到我这儿来了？师傅，现在确实是云遮雾障，疑点重重。此话怎讲？徒儿早就听说，这扬州的杜宾燕小姐与我同岁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温婉娴静。可现在这个新娘子，我这几天与她接触下来，发现了她不少破绽。她似乎比我小。虽说为人娇憨可爱，飒爽义气，不过肚子里却没有什么墨水。他居然把那寄唱心愿念成了寄啼心花，把惊觉始乐念成了惊觉台乐。这怂恿老太君逼我冲喜成婚，本就已经是居心不良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又使了什么坏点子，把新娘子给调换了？哎呀，小喜，你快点儿！哎呀，小姐，你要端庄贤淑，你是大家闺秀杜宾燕呢，别露出马脚。知道了，我装样的功夫你还不知道吗？哎，小姐，哎呦，啰嗦！桑少奶奶，您来了，老太君在里面等着您呢，请。快，婆婆，特地在老太君边上给你留了位置，快坐。奶奶，哎，就等你了。今天呢，厨房备了谢宴，我们这些女眷啊，在这儿喝酒、对诗、拜拜月，好好的乐呵乐呵。天磊呢，身体不好，吃不了这些寒凉之物。世昭呢，商行的事又多，来不了，所以啊，这么多的螃蟹都归咱们用了。哦，对了，这螃蟹是从你家乡采买来的。正好让你回味回味家乡的味道。多谢奶奶。咱们冰燕啊，可是扬州第1才女，要
要论起螃蟹的趣闻轶事，还得靠你来给我们好好讲一讲。婆婆、奶奶，冰雁愚笨，这奇闻异事的，我脑子里一时想不起来多少，但这民间流传的对子，我可知道不少。讲出来，您可别笑啊！哎，怎么会笑呢？都知道你是个大才女，从你嘴里说出来的，我都爱听。这圆瞪眼，口莫扬，煞是猖狂，皮有春秋，肚内黑黄，铁甲强熬，爪横芒，终不免包其折爪，拌葱姜。有意思吧？啊，有意思。从冰雁的嘴里说出来，那就是文采飞扬，别有一番风雅呀。是啊，奶奶，您快别夸我了。本姑娘幸好跟着爹爹经常去酒楼茶馆，这掌柜的吆喝声竟然也派上了用场。上谢八剑。狼牙锤、青龙勺、日月镊、凤池剪、青铜墩、乾坤斧、梨花针、柳叶瓜，七七八八的都是什么呀？这群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这用嘴吃它不香吗？咱们齐家书香门第，如今老太君又得了冰雁这样的才女孙媳，不如咱们趁着佳节吃蟹饮酒，吟诗作赋，老太君可好啊？好啊，那咱们就以这席间蟹来作诗吧。要不我先来？好。到手就是稻子熟了，稻熟金秋蟹正肥，双熬如麂挺清泥。好诗，好诗。那接下来谁来呀？老太君啊，不如就让三少奶奶先来吧，一边向我们展示展示扬州大家闺秀吃蟹的风雅，一边吟吟诗，作作对。方小巧啊，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冰雁姐姐，你可难死我了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咱们三少奶奶当仁不让啊。这小斧头小锤子，这和扬威武馆里的家伙事儿没什么区别。那奶奶，冰雁献丑了。来，哼，白雁剪尾横扫腿，飞棍撞中，挺胸扣。垂手破敌，哼，穿心追。舌剑唇枪，蟹纵横。好，英气十足，有几分英雄气概。就是怎么草莽气重了点？哎呀，既是配着拆蟹嘛，
那自然应该草莽气些，狂放不羁些。哦，那怎么听着好像有那个武功的招数呢？啊？老太君，我们家老爷总是教导小姐，说这女孩子呀，也该有心胸宽广，有大江大河的气度，不可以太闺阁胭脂气了些。所以啊，才让我们家小姐自小读了许多边塞诗，这文风嘛，自然就好卖了些。对，奶奶，我可喜欢边塞诗了。想不到咱们三少奶奶还有些侠女气度。那是，巾帼不让须眉嘛。老太君，这屋外各类品相的菊花已经摆好，各位不如先移步屋外赏菊作画。好啊，那走，到门口去看看咱们家的菊花去。冰燕啊，老太君当年可是出了名的名书画匠，你也是扬州的大家闺秀，想必这琴棋书画应该也是样样精通的。今天啊，可得给我们好好的露一手。哎，你就画那朵白凤鸣珠吧。行。好，咱们各自画起来。好。当闺阁小姐可太难了，小姐，你可得挺住啊！这鲤鱼打挺我挺得住，这咬文嚼字，哎，我尽力吧。菊花呀菊花，你是白凤明珠，我就是晒太阳的小黑虫子。早知道爹爹让我上学堂的时候，我努力一些就好了。老太君，您这点绛唇真是惟妙惟肖，看着可真是雅致呢。三少奶奶也画完了。哦，那大家都来看看冰燕的画吧。奶奶，其实我不擅长画画。无妨无妨，都是一些逗乐子的玩意儿。让为娘先品一品。冰燕呐，你这印章式的笔法可是如何画得的呀？您快瞧瞧。这风格奇特，与众不同，别有一番景色呀！好，好，拿近些，让我仔细瞧瞧。哎，奶奶，我都有些饿了。哦，哎呀，刚才净顾着画画对诗了，没让他吃东西。好，你想吃什么？奶奶带你去。我呀，想吃糖醋小排。
红烧肉。好，糖醋排骨，红烧肉。厨房上。生儿，快来。小心，奶奶。哎，好嘞。父母大人，膝下敬禀者。二老万万不会想到，女儿被错嫁到荆州袁将军府，犹如陷进牢笼之中。不孝儿，冰眼叩首。就算没有上错花轿，被嫁去林州齐府，给一个活不了多久的病秧子冲洗，结果又会好到哪儿去呢？也不知玉湖妹妹那边怎样了，莫不是也和我一样，去了林州，也进了火坑？玉湖妹妹，你可还好啊？唉，真是太无聊了。再在这个府里待下去，我这满身的功夫就要白费了。唉，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记住。你现在的身份是从小饱读诗书、温柔娴静的杜小姐，哪里会舞什么剑啊？我都好久没练功夫了，手脚痒痒。哎呀，手脚再痒也不行，这万一要是露出马脚了，可怎么办呀？真是太大意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不练了，不练了，走。哎，你是小姐，我是丫鬟。行，我端着行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我们去那边坐吧。丫鬟不像是丫鬟，小姐不像是小姐，有意思。小姐，咱们从扬州来到林州这么久了，你觉得这齐府怎么样？怪。那齐三公子呢？也怪。那个哑巴小谁啊？猜猜看。是湘云吗？不是。爱珠？也不是。宝珠？更不是了。哎呀，我猜不出来了。燕生小姐。多谢。这燕生小姐是个好姑娘，只是可惜了，是个哑巴。
小喜，我觉得这齐府上下怪得很。这当家的是老太君，府里唯一的小姐是个哑巴，但疯疯傻傻的还蛮可爱的。府中唯一的公子呢，又是个病秧子。可是他这病吧也古怪，说发就发，说晕倒就晕倒。你看着他快死了吧，可一转眼人就又好了，说起话来嬉皮笑脸的，不知道说的真话假话。小姐，你可真是快言快语呢。三少奶奶，三少爷说有急事儿找您。急事儿？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此事呢，说急也急，说不急也不急。少卖关子了，赶紧说吧。是这样，你来咱们齐府呢也有段日子了，我们也理所应当派人去扬州一趟，一来是报平安，二来也是向岳父岳母表达一些敬意。你意下如何？可以啊，你安排吧。这礼物呢，我已经备好了，这是清单，你看看还需要增添点什么？这些差不多就行了。好。哦，还有，这信我也写好了，不过我着实不知道岳父岳母姓甚名谁，名字是哪几个字，所以还要劳你这个当女儿的亲自写了。写吧，小姐。请吧。请吧。少爷啊，在扬州的时候，我们家小姐读书写字，从来不叫别人伺候她的呀。她呀，只喜欢让我陪在她身边，因为呢，只有小喜一人知晓。我们家小姐，她写字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墨研得浓浓的，这样写字才好看，你说是吧？我们家小姐啊，可写得一手好字呢。是吧，小姐？小喜，我看你就别啰嗦了，赶紧让小姐快点写吧。哎，别废话了，我写什么呀？哦，哎，小姐，这封信应该是你们夫妻两个写给扬州的第一封信吧？那依我看呢，这个信封应该你们夫妻两个一起写。小姐，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，少爷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。什么祥？哎呀，不对，应该男的写男的，女的写女的。小姐，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。少爷，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。哎呀，行了，小喜，知道了。哪能像你这么写信啊？我自己看着办吧。
之阳，这3个字写错2个。少爷，你找我？今天叫你来呢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方才见你研墨，发现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非一般丫头能比。我想以后就专门让你在书房伺候。啊，我在扬州的时候啊，就是在书房伺候的多。哦，那你识字？识啊。小姐教的？对啊。那你会写字吗？会啊。小姐教的？是。行，那我考考你。既然你是扬州来的丫头，你就背诵一首扬州的民歌吧。哎，唱起小调歌儿多，灯草调下砸坏锅。家里看见驴生蛋，外面看见马做窝。这讲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啊，是我们扬州的民歌，名字啊叫《撒谎经》。撒谎经？你们扬州城里有个撒谎经啊？小喜，我看你就是那个撒谎精吧？我怎么是撒谎精呢？你当然就是撒谎精。你左一个小姐教的，右一个小姐教的，可你家小姐写的字东倒西歪，你倒是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少爷，这是因为小姐那天啊，她出门的时候，她的手被门给夹了，所以她写这个的时候啊，那个手就哆哆嗦嗦的。住口！你很聪明，一边研墨一边告诉人家，杜小姐的父亲叫杜之祥，母亲叫王桂花，可人家偏偏不领情，把杜之祥3个字写错了2个。你说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女儿？连自己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你告诉他还要写错？人家拿着竹片当宝剑，想在花园里舞一舞，你还跑过去劝阻，叫人家扭扭捏捏的走碎步。没想到我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啊！大个丫头，竟然敢冒充杜老爷的人混进齐府！少爷，我不是冒充的，我是杜家的。杜小姐她不是杜家的。哎呀，我是说李小姐她不是杜家的。赶紧说出实情！哎呀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那天，扬州城杜府和李家同时嫁女，不知为何，2支送嫁队伍跑了一起。更离奇的是，出了城门天就变脸，一场暴雨让2家的送嫁队伍不约而同地躲进了城郊的仙女庙。小姐，外面雨太大了，咱们在这避避雨啊！哎，小姐，快走，强盗来了！李小姐就是这样阴差阳错，错上花轿嫁到林州的。本来她是不肯来的，但是我们跟她说，她和冰燕小姐是同病相怜。李小姐是个豪爽脾气，见不得我家杜小姐遭罪，这才答应来这边做这个冒牌的3少奶奶，替我家小姐挡过一劫。少爷，李小姐是个侠义心肠的好人啊，我求你千万不要怪罪她。起来吧。是少爷。你方才所说之事，除了我之外，不可以告诉任何人。从今往后，你在府上少说话，多做事，谨慎小心，不可露出任何马脚。是少爷。还有，此事也不可以告诉3少奶奶。你若是敢走漏半点风声，严惩不贷。记住了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这杜冰燕是假的，但这新娘子却是真的。她来咱们齐府，替杜冰燕受罪也是真的。徒儿也的确是动了些私心，只是不知道这真的杜冰燕
到底是被错送去了荆州，还是被送回了扬州？十有八九是去了荆州。如果送去了扬州，杜家应该早就把人送回来，要求重办婚礼了。师父所言在理，也不知道这真的杜冰燕被错嫁到了将军府，又会弄出些什么故事来。要想知道荆州那边的情况，倒也并不难。我的外甥沙平威正是原部区部下的一名小将，他多次来书信，要我北上荆州，帮他一起救助受伤的伤员。我原已决定近日北上荆州，既如此，等我到了那里，便将杜小姐的情况一探究竟。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师父，若你有什么情况的话，请立马告诉我呀。那是当然。只是天磊，你切莫忘记我平时对你嘱咐的话：不图财，不图名，不近色，不可乱了分寸。是，徒儿谨遵教诲。好，那我即日启程。红莲、红玉，你们可知道将军的2位夫人是怎么死的？不知道，我们来的时候，将军夫人都不在了。那将军，你们总该见过吧？见过。你们害怕他吗？将军在外领兵打仗，我们平时很少见到他。我见过一次将军。那天我正在擦拭花瓶，将军怒气冲冲突然进了花厅，吓了我一跳。我一个没拿稳，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。然后，红玉，往下说呀。回房。是夫人。夫人。我这儿没什么事了，你们忙你们的去吧。是夫人。我得尽快见到袁将军，把错抬花轿的事情告诉他，让他把我送回扬州。进。夫人，请用莲子羹。红玉。刚刚你说，将军忽然进了花厅，吓得你把手中的花瓶都给打碎了。那然后呢？将军是罚你了，还是骂你了？既没骂也没罚，只是说这丫头，我又不是老虎，怎么怕成这个样子？说完就走了。将军当真这么说？头一次见将军啊，谁都会害怕的。其实他外威里善，人挺好的。红玉，你可知道将军的军营离这儿远吗？我没有去过，只是听营里的将士说，骑上快马，当天可到。当天可到？是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当天可到。夫人，李总管让我们给你打开衣柜。
夫人，请看，管家说这些都是将军吩咐给您准备的，让您任意挑选。这些是？哦，都是将军往日穿的便装。夫人日后与将军同住，管家便命我们把将军和夫人的衣衫放在一处了，方便您和将军取用。红莲啊，帮我准备剪刀和针线，这件衣服的尺寸不对。夫人，您告诉我，我找师傅改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是。观察了几日，该是这个时辰换职了。红莲，怎么了？这都大晌午了，夫人还是卧床不起，不知道是不是身子不适啊？快去看看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大总管，大总管，都带人巡过了，将军府上上下下都不见夫人的踪影。什么？房间、花园哪儿都找过了，可是夫人不见了。来人，大总管有何吩咐？骑快马，带上夫人的画像，往南边扬州方向，快追！是。出城干什么去？回娘家。回娘家。啊。走吧。哎，谢谢。来下一个，出城干什么去？回家看孩子。走。下一个。哎，出城干什么去？军爷，我去城外做点小买卖。小买卖。走吧。哎。下一位。叫什么名字？出城干什么去？小的名叫杜宾，家住城外，赶着回家呢。小娘子，笨兔子，看什么看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哦，下一个。哦，出城干什么去？我出城买些药。买药？啊。走吧。哎。客官，您请坐。谢谢。哎，您请。大叔，请问这儿去边城该怎么走啊？出门向西，路不太难走。只是那边在打仗，你去那儿做什么呀？哦，我是去看望兄长的。我兄长在军营为国效力。听你这口音，像是扬州一带的人吧？大叔真是好耳力，在下正是扬州人士。我看你年纪轻轻，长得又十分文弱，独自一人出门，路上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呢。多谢大叔关照。啊，到了。
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脚啊！哎，老人家，我这可没碰到你啊！你在这讹谁呢你？这位娘子，不是我要讹你，是我的脚真的扭伤了。我家就在前面不远的2里地，你行行好，用马车送我一程好吗？不行不行，你得把话说明白了，不然让别人看见，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？我这分明没碰到你嘛！你这脚扭伤可不关我的事啊！哎呦，我的脚啊！人老人家也不容易，你好言好语劝劝，给人送一程得了，别这么泼了。凭什么呀？啊？凭你倒霉呗，谁让人家倒在你前头了？能送就送呗。去，喝你的茶去，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有能耐你自己去送他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大叔，我先告辞了。好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说？哎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婆婆，快起来。婆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那太谢谢小公子了。走吧，慢点。慢点啊，慢点。哎，前面2里地那村子，我经常去收粮食啊。这老人家我怎么没见过呀？是啊，我好像也没见过。糟了，这像女孩的书生要出事。哎呀，慢点啊，婆婆。这一路上多亏了你了。没事。这就是我家，小公子，快进去坐坐吧。不用了，婆婆，我还要赶路呢。你快进去吧。哎呀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哪有恩人到了家门口不进去的道理？真的不用了，婆婆。赶快走吧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婆婆的好意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进了我的院子，踩了我的地面，别想这么便宜的离开。小公子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我看像个女孩呢。婆婆，婆婆放过我。小公子，我劝你识相点，把银子都掏出来。我所有的银子都在这儿了。就这点儿，你糊弄谁呢？听到没有？银子呢？银子呢？你干什么的？路过的郎中。郎中？我看你是找死！当家的，大侠，大侠饶命啊！大侠，大侠，放过他们吧。你们2个以后不许再做恶事，滚！哎呦，当家的，怎么，不认得我了？大叔，刚刚我还在提醒你，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掉到这狼窝里来了？惭愧。其实这也不能怪你，谁又能想到呢？那可怜的老妇人竟是这恶人所化。怪啊，就只能怪你太善良了。多谢大叔救命之恩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不必客气，但是
需要谨记，日后出门在外，凡事要多加小心呢。哎，大叔，大叔，我这也不知道去边城还有多远，我一个人实在是有些害怕。公子不必担心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是赶往边城。真的？那大叔可否同意让在下与您一起同行呢？好。太好了。你去边城看望兄长，我去军营救死扶伤，我们两个结伴而行，路上还能有个照应。我有个大外甥啊，是袁将军部下的一名小将，他把我介绍给了袁大将军。我每年都会去往军营住上一阵子，路上呢又遇到了你，咱们两个也算是有缘分呢。哎，不知公子尊姓大名？哦，我姓杜，单字斌，文武斌，您叫我杜斌就行。杜公子，在下刘若谦。哦，刘大叔，刘大叔，我听说军营的戒备森严，是这样吗？这倒是。即便是亲戚的话，也不能擅自闯入军营啊。那岂不是，就算我到了那儿，我也进不去啊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刘大叔，不如这样吧，我看你啊是一个聪慧的读书人，刚才虽然是你被骗，关键时刻你依然挺身而出，颇有我为医者悬壶济世的样子。我就收你为徒，你以医者的身份进入军营，这样你既可以寻找你的兄长，也可以学到医术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呀？真的？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来，快请起。收拾东西，咱们即刻启程。师傅。有位舅舅，可算来了你。哎呀，舅舅，我都快等死了，我等您都快等出相思病来了。胡说什么呢？哎，这位小兄弟是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外甥沙平威，这是我的徒弟杜斌。哦，这位小兄弟长得怪可爱的，白白嫩嫩的，真招人喜欢。对了，舅舅，昨日一仗，我们杀敌300，但是我们自己也损失了30，军中的大夫人手又不足，袁大哥发脾气了，说再治不好这帮重伤员，就要了他们的脑袋。袁将军果然残暴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说，将军果然厉害。那当然了。哎，舅舅，幸亏您来了，这帮重伤员算是有救了。走，我先带你们去看伤员。走。钱军医，钱军医，按这个单子去拿药。好，止血棉。这边，哎呀，缝布，缝布。师傅，哎呀，慢点儿，快去拿止血药。止血药？这边这儿呢。找一下。止血药。师傅。过来，帮我摁着，双手，我用力，摁住了。
弟妹。表兄，世昭唐突了，还望弟妹海涵。天磊没有陪你一起吗？啊，在屋里呢。天磊近来身体可好啊？也还行吧。我正好有些事，是关于天磊，不知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行。来，弟妹，坐。弟妹，我们天磊自幼身子羸弱，前几年更是大病缠身的。幸好有一个刘大夫，他虽然医术有些古怪，不过的确是有些本事。天磊吃了他的药，气色有些好转，不过日后还需要弟妹多多照应。这外祖母虽然让我帮忙打理齐府家业，不过也是为了等到天磊康复之后，好好接管齐府的家事。我柯世昭乃是一介书生，如今这齐府的大事、小事、家事、商事，也的确是让我力不从心啊。老太君是我的外婆，也是天磊的奶奶。虽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君对我俩也是同样喜爱。不过，这齐家的古脉相传是天磊，而并非我世昭。待到天磊身体痊愈，能够支撑起这个门庭，那我世昭也便要回到江州去了。给柯少爷、三少奶奶请安，我来给三少爷送药了。他不在吗？啊，屋子里呢。以前呢，三少爷就喜欢一个人闷在屋子里，可如今三少奶奶您来了，这三少爷的脾气啊，肯定会慢慢改了的。巧巧，三少奶奶乃是有心之人，不需要你来唠叨，还不快给三少爷把药送过去？柯少爷，这您就不知道了。自从咱们三少奶奶嫁入齐府，小夫妻俩那叫一个伉俪情深，这药啊，都是咱们三少奶奶服侍三少爷喝下的。弟妹啊，天磊这身体还需要你多操点心，多费点神。哦，对了，我明日要去外地10几家商铺去巡查，你有什么需要，也可以去找小巧。找我？对，三少奶奶有什么需要，吩咐我就行。师傅，你可真神！这还不到3天呢，这么多伤员都被你给治好了。你和师傅配合的也好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郎中。哦，对了，师傅要嘱咐你一下，这个是麻沸散，药效十分的好，伤者一闻立刻就会晕倒。你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我去看一下伤员。刘斌，这么认真，干嘛呢？我碾药呢。这么辛苦，犒劳你，吃个果子。吃啊！来，拿上，吃。我今天早上刚摘的。
杜宾，你吃果子还这么细致，跟个小姑娘似的。我去搜了各个兵营的花名册，好像都没有你哥哥的名字。啊？没有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呢，让我去见见袁大将军，问问他是不是知道。最近，你就别见他了吧。怎么了？一来最近战事烦乱，二来他府上出了点事儿。啊？什么事啊？我其实不该跟你说的。哎，他在扬州娶了个媳妇儿，但是那个女人好像耐不住寂寞，还没跟我大哥见着面呢，就已经从将军府逃跑了。居然还有这种事呢？可不是嘛，所以我大哥现在是又忙又气还烦。哎，你最近啊懂点事儿，千万别去招惹他啊。杜宾，你也别愁眉苦脸的。这样，等过了这段时间，我大哥不忙了，我帮你再问问他。咱们也可以先打听打听你哥哥的消息。如果实在是找不到，咱们两个义结金兰。我愿意当你哥哥。我在家里排行老4，上面有3个姐姐，下面有1个妹妹，我可太想要个弟弟了。沙小薇，你舅舅还等着我给他送药呢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不是，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下次再说啊。不是。嘿嘿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瞎说。我这2天看你一直神色恍惚，闷闷不乐。说说吧，想什么呢？都跟你说了，没想什么。你又在想你哥哥的事儿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找到哥哥之前呢，我就是你哥哥。走，哥哥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什么好地方？人间仙境。哎，我还有活没做完呢。着什么急呀？回来再做也来得及。我真没做完。等等。啊？我看看。我……哎，别动！你这个手怎么软乎乎的？怎么像个小姑娘似的？什么软乎乎的小姑娘？你别胡说！我去还不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怎么样？这个地方我一个人发现的，谁都不知道。是吗？这边境居然有这么美的地方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嘛！没骗你吧？我一个人没事的时候，就经常过来洗澡啊、滑水啊什么的。哎，杜宾，啊，你会不会滑水啊？不会。不会？没事啊，我教你。喂，评委，你干什么呀？滑水当然要脱衣服了。哎呀，你别脱呀！不是你怕什么？都是大老爷们儿，又没有女人在看。我可不看。对面，我扎个猛子给你看看啊！我不看。评委，你快听，是俊浩。这是有急事儿啊！杜宾，我不跟你多说了啊，对不住，等会你自己原路返回吧啊！哦，先走了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这样一来，我不就成了千里眼了吗？这个呀叫西洋千里镜，能把远处的东西挪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。是福建的一位客商送给老太君的，老太君送给了我。
玩了。咱们祈福啊，好玩的东西那可多了去了。好玩的东西，给我瞧瞧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先把话说在前面。咱们祈福呢，有真好玩的，有假好玩的，还有不好玩的和不能玩的。不能玩的是什么？这个嘛，今天就先不告诉你了，日后再慢慢跟你说。哎，你可别哼哼啊，这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呢。天雷，你快过来看看，怎么了？这不好玩的东西出现了，快过来！那边，打，狠狠的打，打死他！打，往死里打！停，拉起来！小兔崽子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啊？你倒是跑啊！就你这样的也要见老太君啊？打死你！嘴还硬是吧？打！打死他！叶生，走，住手！谁呀？三公子，王胡子，你们为何殴打这个少年啊？三公子，这野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来我们齐府门口就要往里闯，还说要见老太君。我拦着他，他就破口大骂。破口大骂？他都骂谁了？这小子狗胆包天呐！他大骂柯少爷。骂柯少爷？那还真是狗胆包天啊！他都骂了些什么？他骂柯少爷，他骂的什么我忘了。骂的什么呀？三公子，他骂的实在是太难听了，小的不便再说。没事，不便说，那便不说了。你为什么跟我们齐家过不去啊？还挺拧。王胡子，哎，你把他交给我，让我来盘问吧。这怎么？我说了，你们怎么都不动啊？哎，三公子啊，您体弱多病，您就甭费这个心，劳这个神了。这件事就交给小人好了。走，走。等等，王胡子，你是觉得我做不了你的主？三公子啊，这府上的事儿一贯都是柯少爷打理的。如今他去外地巡查商号去了，不在家嘛。柯少爷不在家，我齐三公子不是在家吗？三公子啊，这府上这些事儿吧，一贯都是……咱们还是等柯少爷回来吧，听听他怎么说。你这人，废话可真多。少奶奶，您初来乍到，不太了解府上的情况。
我劝你还是别管此事的好。巧了，这事儿本少奶奶管定了。少奶奶，听我的话，没错。折了，疼！听少奶奶的话，没错。走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刘先生留下的太和丸，对于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。叶生，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必害怕，你说说你是哪里人？那你为何在大门口辱骂柯世昭呢？你不必害怕，这是我的书房，你尽管大胆地说。燕生，你不必比划了，他看不懂。我妹妹的意思是说，她看见你在大门口被别人殴打。你既然是来找老太君的，就定有要事要禀报。王胡子不让你见他，我是齐三少爷，你告诉我也是一样的。若有隐情，我定会向他转告。其实，我有隐情。有人说，你们齐府的长侍是老太君，于是我便做苦主，只求老太君给我个公道。可是还没有见到老太君，就遇到了一群刁奴，他们把我拦到门口，打了下来。原来是这样。你放心，我们和那群坏人不是一伙的，不然也不会把你救下来。你要有什么冤情，大胆说。娘，你们死得好惨。小兄弟，不要着急，慢慢讲。我叫季敬堂，江州人，从小与爹娘经营着一家药馆。这是我和干娘住的地方，你们先稍等会儿。娘，娘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你去齐府了？没事儿，娘。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？这二位是？啊，这位是齐公子，这位是齐公子的夫人。齐府的人，谁让你把外人往家带？娘，三公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娘就是这样，她刀子嘴豆腐心，但其实是个大好人。她只是听说你们是齐府的人，以为跟柯世昭是一伙的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们别介意啊。没关系，我有个办法，不然公子和夫人先回避一下。好。
娘，你开门啊！我告诉你，齐家的人就不许进来。娘，齐公子跟柯世昭真的不是一伙的，要不是他们在，还是今天命就丢到那儿了。你再不开门，我可就走了。青桃，娘，哎呀，你个臭小子，吓死我了！那二位先请进吧。